我妈是个白虎，我爸也是个白虎，我七大姑八大姨都是白虎，而我却是只黑虎，气得我爸打了我妈3天3夜，又把隔壁的黑豹吊起来打了2天半，可依旧没能查出来为什么我的血脉不一样。一气之下，我妈我爸直接将我抛弃，各奔东西。弱小的我只能独自荒野求生。好在命运似乎并未对我太过残忍，刚被抛弃没多久，就觉醒了金手指自律变强系统。只要持续一段时间坚持做某件事情，系统便会给予一定的属性点奖励。于是我每日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的撸。在撸了2年半后，我已然从当初那个柔弱无助的小黑虎，成长为如今这一带森林的王。此刻我如同往常一样外出觅食，却发现前方出现了一只白虎幼崽。只见它被一群野狼包围，浑身伤痕累累。然而面对群狼的包围，它却毫不畏惧，露出还未完全长齐的牙齿，向着群狼发出威胁的咆哮。可它的声音并没有成年老虎那般的威严，非但没能让狼群后退，反倒是看起来有些奶凶可爱。狼群再次逼近，白虎幼崽的心也沉到了谷底。可恶！难道我柳如烟重生归来就要沦为这些野狼的食物吗？不久前，柳如烟重生到这头小白虎的身上。前世她乃人族女帝，受无数人族敬仰，却因为在与诡异一族对抗之时，遭致人族高层背叛，死在敌人手中。为求一丝生机，施展秘法护住元神，结果再度醒来时，就到了这头小白虎的身上。一时间，从高高在上的女帝变成了一头普通的白虎，让她难以接受。可麻绳专挑细处断，因为其他虎都是东北虎，就她是白虎，导致她当场就被原生父母扔了。她只能凭借自己在这深山之中艰苦求生，望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野狼，柳如烟心中充满了不甘。难道我堂堂女帝重生回来，竟然要葬身狼口吗？只见野狼发出一声狼嚎，猛地扑向柳如烟。柳如烟此时几乎快要放弃生的希望，忽然她的眼前闪过一道黑影，那黑影速度极快，带着无可阻挡的气势。下一刻，只见那道黑影张开大嘴，一口咬住了这头野狼的脖颈。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那头朝他扑过来的野狼脖子瞬间被咬碎。只见一只大黑虎如同魔神一般出现在狼群面前，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息，吓得那群野狼不敢靠近。为首的头狼瞳孔猛地一缩，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经过这2年半的时间，我这健硕的身影已然成了这周围方圆几十里动物们的噩梦。然而我根本就没给他们反应的机会，一声低沉的咆哮响彻天际，狼群顿时吓得惊慌失措，屁滚尿流，没劲，连还手都不敢。我带着一丝不屑吐了一口嘴里的狼毛。柳如烟还没反应过来，便发现狼群已经逃走，她愣在原地，心中满是惊讶，圆溜溜的眼睛睁得大大。柳如烟看着我，仿佛不敢相信自己刚刚被救，心中对我不由得升起一丝感激。好一头威猛的虎王！而我则是低下头看着柳如烟，眼神中带着一丝诧异。小家伙刚才的表现倒是颇为勇敢，要知道这些年其他野兽别说和我对视了，连靠近我都做不到。这只小白虎不但没有表露出害怕，反而还敢直勾勾地看着自己。看着柳如烟，眼神中难得流露出一丝认可。只听刺啦一声，我撕扯下一条狼腿递到柳如烟面前，随后转身离去。柳如烟看着狼腿反应过来，瘸着腿急忙追上去，步伐虽然有些不稳，但却充满了坚定。他不想就这样让我离开，他深知在这危险的森林中，只有跟着我，他才有生存下去的希望。我停下脚步，疑惑地看着柳如烟，小家伙，你还有事？我想跟着你。柳如烟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期待，她如今只是一头幼虎，又受了伤，在这森林之中恐怕难以存活。跟着我，你父母呢？柳如烟低下头，装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因为肤色不一样，我被父母赶出来了，我已经饿了3天了。柳如烟继续装可怜，心中却是对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羞耻。我柳如烟堂堂女帝，曾经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念之间便可决断无数人生死，而如今竟然要装可怜来博取同情，真是耻辱啊！见我不回答，柳如烟再度开口，求求你了，我想活下去。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我的软肋。我想到自己明明父母都在兄弟安康，却成了孤儿，原本以为自己够惨了，没想到居然还有同类遭遇与自己如此相同，这简直是同是天涯沦落户。心中对小白虎涌起一股同情。行，那你便跟着我吧。柳如烟心中一喜，看来自己已经博取对方的同情。想我堂堂女帝，如今却要依靠博取同类同情来活命，想想就丢人。幸好这只是一头老虎，不然它还真开不了虎口。得到我的允许，柳如烟便小心翼翼地跟在了身后。柳如烟一边走着，一边好奇地打量着我。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在灵气复苏之前，便拥有如此强壮的体魄。虽然重生回来没多久，但柳如烟确定自己还在地心上，还是前世的那个世界，只是不知道距离灵气复苏还有多久。没有灵气，他前世所掌握的功法基本都无法修炼，而在那之前，他似乎只能跟着这头大黑虎。我走在前面，突然发现小白虎掉队了，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柳如烟一瘸一拐的艰难前行，速度慢得可怜。走到柳如烟身边，低头一看，才发现她的后腿受了很重的伤，正在流血，鲜血不断的涌出，染红了周围的白色皮毛。小家伙不错，很有骨气。柳如烟听到我的话，不禁脑袋轻扬。尽管她现在只是一头小小的白虎幼崽，但那股女帝的傲气却依然存在。我看着柳如烟一笑，小家伙，你这样走得太慢了，上来吧。说着我便蹲下身子，柳如烟犹豫了一下，还是跳了上去。当柳如烟跳到我背上时，她才直观地感受到我的身体到底有多么强健。这老虎平日里到底都做了什么？肌肉居然会如此强健。身为女帝，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各种奇葩的修炼之法，奇葩的修炼之人，各种进化兽、山精海怪，她都见怪不怪。但是像我这般在灵气复苏之前便拥有如此强健体魄的老虎，简直是闻所未闻。这让柳如烟对我产生了浓烈的好奇。2分半后，我就带着小白虎回到了自己的地盘。这里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我平常撸完都会来这边洗澡。我放下小白虎，让它先自己清洗下伤口。
说罢便转身离开。这里是我的地盘，野兽绝迹，也不怕有野兽过来伤害小白。望着我离开的背影，柳如烟眨了眨大眼睛，她没想到这头大黑虎竟然如此细心，还知道让他清洗伤口。看来这头老虎似乎比他想象中的要聪明得多。清洗中，柳如烟又开始不由自主地思索起有关我的信息。会照顾弱小，还懂得清理伤口，这大黑虎到底是什么来历？殊不知我也是重生而来的，前世更是医学院高材生。片刻后，我迈着步伐归来，听到脚步声，柳如烟因为先前受了刺激，几乎是下意识地猛地转过头，朝着我的方向看去，便看到我嘴里叼着几株植物朝他走来。在他疑惑之时，就见我将植物嘴咬碎。这是什么？柳如烟忍不住问道。我看了他一眼。这是草药，可以治疗你的伤口，不过刚开始可能有点痛，你忍一忍，要不了多久就可以好。柳如烟闻言顿时瞪大了双眼，两只眼睛左眼写着不可，右眼写着肆意。然而不等柳如烟从震惊中缓过神来，我已经将咬碎的植物敷在了柳如烟的伤口上。他这是在给我上药。柳如烟低头看着自己受伤的后腿，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伤口传来的丝丝震动又在清晰地告诉她，这就是事实。可一头老虎怎么会懂得药理？我也没在意他惊讶的表情，只是嘴角忍不住微微扬起，傲娇了起来。小家伙，你好好休息，我去给你弄吃的。柳如烟一愣，她的目光落在一旁的野狼尸体上，心中充满疑惑。吃的不是在这吗？想到待会还要茹毛饮血，柳如烟心中顿时有些不适应，毕竟曾经作为女帝，何时有过这般狼狈的时候？别说吃生肉了，就连一些普通人所吃的美食，她都嗤之以鼻。没关系，现在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做好心理建设，一抬头却见我对着野狼尸体熟练的撕扯，剥掉皮毛，清洗干净，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柳如烟顿时瞪大了眼睛，心中惊叹不已。这大黑虎居然还如此讲究，要剥皮后再吃。心中不禁对这头大黑虎的好奇又增添了几分。刚好我看到柳如烟正在看自己，还以为是柳如烟饿了想吃，当即开口：小家伙，再等等，现在还不能吃啊。柳如烟闻言头一歪，小小的眼睛写满了大大的疑惑，毛也刮干净了，血迹也清洗干净了，不吃留在那里干什么？下一秒就见我从旁边拿过来一根削尖了的木棍，接着又找来一块木板，然后又在木板上放了一些杂草，随即一屁股坐在地上，两只前爪紧握着木棍来回揉搓。如果是一般的虎类，自然无法做出这样的动作，但在大量系统属性点的加持下，我的各项技能都已经拉满，早已经超脱了普通野兽。柳如烟看到这一幕，像是看到鬼一样瞪大了眼睛，钻木取火，这只大黑虎居然还会这个。先前看我将狼剥皮洗干净就已经够离谱了，没想到还有更离谱的。要知道现在灵气还未复苏，许多野兽还未开智，只有最原始的欲望在驱散着它们捕食狩猎繁衍。然而我的这些行为足以证明我的智商不低，最起码已经达到了一个成年人的水平。柳如烟心中涌起无数个疑问，随后只听扑哧一声，在我熟练的操作下，一朵小火苗从杂草中升起。柳如烟看着那跳动的火焰，心中充满了震惊。她从未想过一头老虎竟然能够掌握如此高超的技能。那温暖的火光映照着她的脸庞，让重生不久后的她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随即我搭起烤架开始烤肉，这烤架上有烧焦的痕迹，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对于我的操作，柳如烟越看越心惊，甚至已经有些麻木了，但她心中断定这大黑虎绝对不简单，越看越觉得他像个人。不会吧？想到这里，柳如烟心跳都停了半拍，她很想去问，但却又不敢开口。烤肉时，我还时不时地看向一旁的柳如烟。我知道一些普通的野兽对火很是畏惧的，然而柳如烟非但没有我想象中那般害怕远，反而还靠近了一步，火光映照在她的瞳孔里跳动着，这倒是让我有些意外。小家伙胆子倒还挺大的，但你别靠太近了，小心火星掉你身上，到时候你这一身雪白的毛发可就没了。柳如烟呆呆地点了点头，保持着距离。不一会，烤肉滋滋冒油，香气四溢，饿得不行的柳如烟馋得直流口水，她的眼睛紧紧盯着烤架上的肉，心中充满了渴望。我见状顿时笑了起来，旋即扯下一条狼腿给柳如烟。饿坏了吧？吃吧。柳如烟看着那香喷喷的狼腿，心中充满了喜悦，她连忙接过狼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由于吃得太急，小小的嘴巴被食物塞得鼓鼓的，但她撕咬的动作却没停下。看着柳如烟狼吞虎咽的模样，我的心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温暖。我每日独自疯狂的撸，森林中的寂静常常让我感到孤独，而现在有了柳如烟的陪伴，我的生活似乎多了一抹别样的色彩。我回想起自己的经历，又看着柳如烟，我们都曾被父母抛弃，在这个世界上独自挣扎着生存。这种相似的命运让我对柳如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仿佛我们是被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小家伙，今后就跟着我一起生活吧。柳如烟听到我的话，立刻停下了吃东西的动力，她的眼睛亮晶晶的，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好，这也是她所想的，毕竟她现在太弱小了，有一个强大的保护也不错，大不了等灵气复苏以后，她修炼有成，反过来保护我也行。此时我看着柳如烟那充满信任的眼神，欣慰地点了点头。那好，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爸爸。柳如烟动作一顿，抬头看向我，瞪大了眼睛，一脸的懵逼。我堂堂女帝，你让我喊你爸爸？怎么，你不愿意吗？我看着柳如烟眼中的纠结，心中涌起一丝疑惑。下一秒，柳如烟才缓过神来，心中狂吼：“我愿意个鬼啊！本帝当然不愿意，让本帝喊你爸爸，你简直痴心妄想！区区一头凡虎也配当本帝之父？”见柳如烟沉默，我心中有些失望。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我转过身，没有再看他。我本以为这个小家伙会欣然接受自己的皮，毕竟在这森林中我们相互陪伴，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缘分。既然小家伙不愿，我自然也不会强求。柳如烟看着我的背影，心中突然涌起一股不安。这家伙不会生气了吧？要是真生气了，把我赶出去怎么办？以他现在的实力，没有这大黑虎的庇护，在野外可生存
不下去，小小的爪子在地上轻轻抓挠着，可是让本地喊他爸爸，这也太……此刻柳如烟脸颊凝成了麻花，她的骄傲与现实的困境在心中不断拉扯。前世身为女帝，柳如烟很清楚，在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要么自己变强，要么就依附一方强者，否则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现在的她虽然知道很多修炼之法，也有办法能够让自己在短时间内崛起，可问题就在这里，灵气还没有复苏啊，而且身躯还如此较弱。想到这里，柳如烟再次抬头看向我的背影，无论怎么说都是我救了她，还照顾她，养育之恩大如天。终于，柳如烟一咬牙做出了艰难的抉择。爸爸。柳如烟声音细若蚊蝇，但深夜的森林本就寂静无声，我的注意力也有一部分放在了柳如烟身上，声音再小，还是被我捕捉到了。我身形一顿，旋即心中一喜，猛地转过身看着柳如烟，眼神中充满了温柔和喜悦。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爸爸的宝贝女儿了，过来让爸爸抱抱。柳如烟低着头感受着我的抚摸，心中犹如1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本地竟然喊一头黑虎爸爸，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让第三兽知道。此刻他恨不得找个坑把自己埋了，那小小的脸上写满了无奈和憋屈。对了，你还没有名字吧？柳如烟闻言，心中陡然升起一丝不祥的预感，刚想要开口，但忽然又察觉到不对，自己如果有名字，还是如此人性化的名字，肯定会被我怀疑，说不定自己就会立马变成烤架上的烤肉。立马又闭上了嘴。此时我正在思索名字，没有察觉到柳如烟神情上的异样。以后爸爸就叫你小白吧。柳如烟猛地瞪大了眼睛，小白，我堂堂女帝，你给我取个这样的名字，而且我现在是老虎，威猛无比的大老虎，你懂吗？我又不是狗。他的心中充满了抗议，但又不敢表露出来，只能瞪着我无声的抗议。这个名字不错，就是小白，是不是很好听？我根本没注意到柳如烟的异样，满脸期待地看着柳如烟。柳如烟心中极度抗议，好听哪里好听了？按照你这个取名方式，我是白毛就叫小白，那你这一身黑毛是不是该叫大黑啊？但是当他迎上我的目光时，小嘴一下子就老实了，一个劲地点着洁白的小下巴，很好听，我很喜欢。那就这么定了。以后你的小名就叫小白。我满意的看着柳如烟，心中充满了成就感。本以为自己取的名字会遭到柳如烟嫌弃，没想到柳如烟这么爽快的答应，看来自己还蛮有取名天赋的。初为虎父，我的心中顿时升起了一种责任感，又温柔的拍了拍柳如烟的小脑瓜子。小白乖，慢慢吃，不要噎着了，爸爸继续给你烤。听到爸爸二字，柳如烟内心的耻辱都快要爆表了。我忍心中暗暗发誓，等灵气复苏开始后，我一定要离开这大黑虎身，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情传播出去。当然，他柳如烟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等灵气复苏之后，他自然也会帮助一下我，最起码不会让我在灵气复苏之后那段混乱的时间被人或者其他凶兽所杀。规划好了自己的未来，心中耻辱感已然消失了大半。这时，另外一头野狼也被我烤好了。小白，过来吃肉了。来了。柳如烟闻到香味，欢快地回应着，瞬间从刚才的郁闷中挣脱出来，迈着小步子一蹦一跳地向我跑去，那模样活泼可爱，让人看了忍不住想要抱在怀里蹂躏一番。吃饱之后，柳如烟满意地捂着自己的小肚子躺在了草地上。自从她被原生父母抛弃之后，就再也没有吃过一顿饱。今天这一顿吃得太爽了，等她反应过来时，肚子已经被撑得圆鼓鼓的。见柳如烟露出一脸满足感，我心中很是欣慰。第二天吃完早餐，我站起身子，目光看向柳如烟。小白，走，跟爸爸一起锻炼身体。柳如烟头一歪，锻炼身体？难道爸爸身体这么强壮与锻炼有关？来跟着爸爸学。随后我开始自顾自做起了俯卧撑。这些天我不光每天坚持撸，而且还每天做2000个俯卧撑。只见我身体稳稳地趴在地上，双手撑地，那巨大的爪子深深地陷入泥土之中，缓慢地弯曲前肢，将身体压低，肌肉紧绷，每一块肌肉都在用力，动作标准而有力，每一次下压和撑起都充满了力量。看到这一幕，柳如烟顿时有些懵逼，这是什么锻炼法？她前世见过各种各样极其精妙的断体之法，从未见过这样奇怪的锻炼方式。小白，还愣着干嘛？快来跟爸爸一起锻炼。我看着柳如烟那发呆的样子，笑着催促道。柳如烟无奈，但只能乖乖听话。她学着我的样子趴在地上，双手撑地。然而她的身体太小太弱，根本无法像我那样标准的做俯卧撑。她的小爪子在地上不停地滑动，怎么也找不到着力点。她的身体摇摇晃晃，啪地摔在了地上，吃了一嘴土。看着柳如烟那吃力的样子，我笑了笑。小白别着急，慢慢来。好的，爸爸。柳如烟表面答应，一边努力地做着俯卧撑，一边在心里暗暗抱怨：这是什么破锻炼方法呀？她又不敢违抗我的命令，只能继续坚持下去。看着柳如烟学着自己的样子，我不由得笑出了声，随即加快了动作。而柳如烟则是不停地亲吻大地，一大一小，一黑一白，怎么看怎么奇怪。过了一会，柳如烟实在是累得不行了，她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小舌头伸出来不停地舔着嘴唇，看起来十分疲惫。我看着柳如烟那可爱的样子，伸出手揉了揉柳如烟的小脑袋。小白，累了就休息一会吧。柳如烟点了点头，躺在地上一动也不想动。她在心中暗暗想着，这锻炼也太累了吧，本地以后再也不做了。然而当她转过头看向我时，却发现我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每一次做的都特别标准，虽然有些奇怪，但却极具观赏感。不多时我做完锻炼，脑中便响起了系统提示音：恭喜宿主第31天完成每日2000个俯卧撑，奖励10个属性点。我心中一喜，升级，目前升到9级已经是上限。下一刻，一道肉眼不可见的神秘光芒笼罩着我，我的体型又变大了些许，肌肉更加发达，气息也强大了几分。柳如烟顿时惊呆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粗糙不堪的锻炼方法竟这么有效，这让她不得不开始重新
新审视我的锻炼方式。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锻炼，柳如烟都会跟着来。她虽然觉得很辛苦，但一想到未来的灵气复苏和自己的弱小，她就咬牙坚持着。转眼间1个月过去，恭喜宿主第30天完成每日3000个俯卧撑，奖励20个属性点。我眼睛一亮，这1月的积累终于让我攒够了晋升10级的属性点。升级，只见我的身体再次被一道肉眼不可见的神秘的光芒笼罩，下一秒我的体型再次变大了些许，肌肉更加发达，线条更加明显，我的眼睛中光芒闪烁，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一旁的柳如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震惊地看着我。爸爸又变强了。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惊叹，爸爸这2个字更是喊得十分顺口。这锻炼方法她也跟着练了1个月，如今1天也能做几百个，的确有增强体魄的作用，但完全没有我展现出来的效果。柳如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自己，小脸皱了皱。是我练习的时间太短的原因吗？听爸爸说，他之前就已经练习2年半了。此时我已经结束了锻炼，纵身一跃跳进了旁边的小溪。与我生活的1个月，柳如烟发现了我许多秘密。她发现这个爸爸绝对不是一头普通的老虎，因为我每天都要洗澡，很爱干净，这根本不是一个野兽会做的事。柳如烟看着我洗澡的样子，心中充满了疑惑。不仅如此，她还发现我还喜欢吃水果和蔬菜，种了10几棵野果树。之所以看起来是种的，是因为这些果树按照品种整齐的排列着。我每天都会让她吃一些蔬菜和水果。还记得我第一次给她吃的时候，还说多吃水果蔬菜有助于消化，补充维生素。当时柳如烟就懵了。维生素是什么？我只是解释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对身体有好处，她也听不太懂，反正就知道对身体好。但是我一头食肉动物，喜欢吃水果和蔬菜，这合理吗？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给她的感觉不像是虎，更像是一个人，说不定是某位上古妖神转世。想到这里，柳如烟心里有些害怕。她知道，如果我真的是上古妖神转世，一旦发现她是人类灵魂，后果不堪设想。柳如烟对此充满了忌惮，她开始更加小心谨慎地隐藏自己的秘密，每天都扮演好乖巧可爱听话懂事的宝贝女儿人设，不对虎射。她不敢有丝毫的松懈，生怕被我发现她的真实身份。她更是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在没有成长起来前，绝对不能让我发现她是人类灵魂。绝对不能。这天晚上，我趴在巢穴外面乘凉，微风吹过，她不自觉睡着了。我的身体庞大而威严，黑色的皮毛在月光下闪烁着神秘的光泽。柳如烟打量着我，眼神中充满了疑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强大。看着我那庞大的身躯，心中涌起一丝温情。她知道自己在我面前是那么渺小，那么脆弱，但好在这段时间，我是真的把她当女儿在养，但她却骗了我。若是爸爸知道自己是人类灵魂，会如何对待自己？看着吃剩下的兔子肉，柳如烟有些无聊，小爪子无聊地玩着没有烧尽的木棍，时不时抬头看着天上的灵气复苏。到底什么时候来啊？没有灵气就无法修炼前世的功法。柳如烟是一点也不想再扮我的乖孩子了，她心中涌起一股烦躁，她渴望着灵气的到来，渴望着重新获得强大的力量。她堂堂女帝，岂能郁郁久居人下？我迷路了吗？怎么还不复苏啊？柳如烟的心中充满了骄傲和不甘。总有一日，我要让爸爸喊我妈妈，不对，我要让爸爸喊我爸爸。柳如烟心中定下了一个目标，顿时心里好受了许多。这时天空中银月突然出现了一丝异样，只见银白色的月亮从外围开始泛起一抹淡淡的红色，那一抹红很一般人肉眼甚至难以察觉。紧接着那红色如同缓缓晕开的墨汁，渐渐地扩散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红色越来越浓郁，整个银月都被鲜血染红了一般。柳如烟的眼神中充满了惊讶，呼吸也变得急促。银月变红了。此时的天空中，一轮巨大的红月缓缓地出现在天穹之上，表面似乎有一层朦胧的雾气在缭绕，使得它看起来更加神秘而诡异。红月中心散发着妖异的光芒，光芒洒在大地上，将整个森林都染成了一片暗红色。这一幕柳如烟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她前世也见过红月悬空，灵气复苏即将来临。等着吧，马上就轮到爸爸，叫我爸爸。突然一阵沉闷的雷声打破了夜的宁静，紧接着狂风呼啸着席卷而来，吹得周围的树木沙沙作响。下一刻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我立即醒了过来。我那敏锐的感官让我对周围的变化迅速做出了反应。怎么下雨了？我皱起眉头，正准备喊小白回巢穴，突然我发现这雨居然是血色的。血色的雨，什么情况？我瞪大了眼睛，心中充满了诧异。正诧异间，丝丝炙热的感觉从血雨之中涌入我的体内，那感觉如同有一股暖流在我的血管中流淌，让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这雨居然还能改善身体，到底什么情况？就在我诧异之时，脑海中忽然响起了系统的提示：叮，吸收天地灵气，获得1个属性点。灵气。我眼中诧异更深了，在我的认知里，血雨的出现已经够离奇了，没想到这血雨中居然还蕴含着灵气。叮，吸收天地灵气，获得1个属性点。叮，吸收天地灵气，获得1个属性点。短短几秒钟就涨了10个属性点。此刻那冰冷的提示音犹如美妙的旋律不断在我脑中响起。片刻后，我反应过来，顿时大喜。这血雨是好东西啊，若是能一直沐浴在这血雨里，那自己的实力岂不是能够飞速提升？这种机遇可遇而不可求。兴奋之余，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一旁的柳如烟，听到我嘴里说出灵气2字有多么震惊，小小的身子僵硬了一下。此刻柳如烟心中顿时更加确定，她这个爸爸身份很不一般，不然怎么会认得灵气？小白，快过来沐浴血雨，这大有好处。忽然我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对于自己这个从狼嘴下就下来的女儿，我自然很看重，希望对方能够和我一起享受这血雨带来的好处。我估计这场雨应该不会只局限于我所在的这个位置，肯定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变化，其他野外的兽类肯定也会沐浴血雨，这个世界将会在今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柳如烟闻言内心不屑，还用你说，本帝等这场血雨等到花都快谢了。但表面却还是很欢快的点头答应。好的，爸爸。实际上在血雨降临的那一刻，他已经在暗中运转功法，全力吸收灵气了。因为这具身体的身体素质太低了，虽然跟着我锻炼了1个多月，但还是弱，在功法运转
时，他身体微微颤抖着，怕被我看出来，他只敢趁我注意力没在自己身上时偷偷运转。他心中默默念叨着，可不能让爸爸发现我的秘密，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等我实力足够强大，再教他功法也不迟。而我只是看了一眼柳如烟，见他和自己一样在沐浴血雨，便没再过多注意。听着脑海中不断响起的系统提示音，我兴奋不已。以前要锻炼许久才能得到10点属性点，但现在属性点就好像是在地上捡一样，我还觉得不过瘾。张开大嘴将血雨喝下，那血雨顺着我的喉咙流下，带来丝丝炙热的感觉。这炙热在我的体内蔓延开来，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欢呼雀跃，比陆爽多了。而随着血雨降临，森林环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森林的植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四周还不断的传来一道道兽吼之声，声音中充满了原始的野性。2个半小时后，我的属性点已经达到了2500个，这是我撸一辈子都达不到的。我嘴角不由自主地勾了起来。升级，我要升级，奥利给！下一刻，我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变化刚刚开始，我就发现了不对。以前升级都只是肉体上的变化，但是这一次却是由内而外。只见我浑身猛地爆发出一股霸道绝伦的气息，那气息如同一股汹涌的风暴，以我为中心，向着四周疯狂席卷。血雨在这股气息的冲击下被震得四散飞溅，甚至就连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我的气息所压迫，变得无比凝重，好似一伸手就能触摸到那实质般的压力。很快，这种感觉结束，我正准备试试升级后身体的力量，就在这时，一股信息涌入脑海之中。这些信息跟系统提示不一样，像是我与生俱来就有，但是此时方才被激活一般。接收完信息，我心中狂喜，这是觉醒了自身血脉天赋虎昌。这时正在修炼的柳如烟感觉到旁边传来的强大气息，陡然睁大了眼睛。当他察觉事情的原因时，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爸爸这是突破道觉醒境了。他有些不敢相信，再次感受了一下我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再三确认自己感受的确实没错后，他倒吸一口凉气。拥有地级强者见识的他也不是没有见过绝世天才，但问题是这才灵气复苏2小时啊，就达到觉醒境了，太可怕了。他心中既有对我实力快速提升的惊叹，也有着一丝隐隐的担忧。看来我之前猜的没错，爸爸真的是绝世大能转世，否则绝对不可能突破这么快。看来我要更好的隐藏身份，在没有达到绝对的实力前，一定不能暴露。前世他就是被自己最亲近之人背叛，才落入这副田地。如今他和我虽然相处的时间不是很长，但他也感觉到我是在真心待他。可前世的事情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阴影，短时间内很难消除。柳如烟绝对不会主动去害我，但他也不想重蹈覆辙。我心念一动，打开了系统面板，等级11级，天赋能力虎昌初级，消耗3000属性点，可将初级天赋能力升级，需属性点600。随后我仔细查看虎昌这个天赋能力，虎昌初级，斩杀一头生物后可强行奴役其魂体。看着这个能力的介绍，我的虎目之中闪过一丝喜色。为虎作伥嘛，这个能力倒是挺不错。血雨还在下，那血红色的雨滴如同蕴含着神秘力量的珍珠不断洒落。我眼神炙热地吞咽着雨水，那雨水之中的灵气如同潮水一般涌入我的体内，属性点还在不断积累。我一边吞咽雨水，一边对柳如烟开口：小白，这血雨可是好东西，你也多吸收一些。柳如烟点点头：好的，爸爸，我会努力的。柳如烟开始加速运转前世功法，疯狂吸收着天地灵气。她的身体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灵气漩涡，周围的灵气源源不断地被她吸入体内。她心中充满了紧迫感，我的实力增长已经远超她的想象。灵气刚刚复苏，现在正是浓郁的时候，她必须要争分夺秒。直到清晨，那血雨终于停止了，天空渐渐放亮，那原本被血雨染红的天空也恢复了湛蓝，就连先前荒芜的地方，此时也被植被所占据。如果不是地内的植被和树木长高到了原来的好几倍，一切都和往常没有什么区别。我再次打开属性面板，此时我已经再次累积了7000多的属性点。11级都这么厉害，那12级岂不是更强？如此想着，我心念一动，将5000属性点直接加到了等级上面。升级进化中，我情不自禁地发出低沉，那吼声中充满了力量。一旁沉浸在功法中的柳如烟睁开眼，当她看到我又一次突破时，那震惊的表情再次浮现在她的脸上。不是吧，又突破了？这怎么可能？就算现在灵气再怎么浓郁，也不可能达到这种地步吧？不是，没搞错吗？我在开挂啊，开挂都比不过爸爸。此刻他心中充满了疑惑，而我并没有注意到柳如烟这点。对于柳如烟，我一直当自己女儿看待，所以也并没有刻意隐藏什么。进化结束后，我第一时间将目光放在了属性面板的高级技能上。前面2年半的时间，我已经将这些技能全部进化到了高级。如今我突破到了11级，高级技能终于可以再次晋级了。就是不知道这些高级技能升级后会变成什么样。在技能上犹豫了片刻之后，最后决定将剩余的2000属性点加在了高级威慑和高级撕咬上面。一瞬间，大量的信息涌入我脑海之中，我的双眼闪过妖异之色，仿佛有一团神秘的火焰在其中燃烧。恐惧之瞳初级，以目光凝视对方，激发出对方内心潜藏的最大恐惧。金刚爪初级，虎爪化为金属，可穿金裂石，带有撕裂效果。未升级前我便能威慑四周，野兽不敢在附近逗留，那种威慑力仿佛是与生俱来的王者之气。如今升级后，不知这2个技能威力如何。我内如铜铃般的虎目之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打算找个机会试试。这时我将目光看向一旁的小白，只见小白身上居然散发出淡淡的紫芒，那紫芒如梦幻般在他身体周围萦绕，仿佛一层神秘的纱衣。小家伙，这也是要觉醒血脉能力了吗？我心中很高兴，看来小家伙天赋不错。柳如烟感受到了我的目光，小小的心脏猛地停了一拍，连忙收敛
功法，他心中慌乱不已。完了完了，被爸爸发现了！他那圆溜溜的眼睛中闪过一丝担忧。爸爸不会怀疑什么吧？会不会杀我灭口啊？如果他真的这么做，那我该怎么办才好？我现在可不是他的对手，逃吗？可我能逃到哪里去？心中的恐惧犹如潮水般将他淹没。就在这时，我温柔带着期待的声音响起：“小白，你觉醒了什么血脉天赋？”血脉天赋。柳如烟那灵动的眼睛转了转，顿时愣了一下。自己还没突破道教醒境，怎么可能觉醒血脉天赋？难道爸爸不知道这些，所以刚刚才这么看着我？是想知道我觉醒了什么血脉天赋？是发现我在运转功法？柳如烟小心翼翼地抬起头和我对视一眼，并没有从我的眼中察觉到什么，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爸爸，我觉醒的血脉天赋是月华，只要在月光下吸收天地能量的效率能提升10倍。柳如烟为了掩饰功法造成的异象，忽悠道：“10倍。”我那虎目之中闪过一丝惊喜，这天赋倒是不错。虽然现在柳如烟还很弱小，但是有自己的保护，成长起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那我可要更加努力，不要浪费了这种天赋，也不要因为这种天赋而偷懒，知道吗？知道了，爸爸，我会努力的。柳如烟乖巧的点头，心中却想着等实力反超上来，也要让我喊他爸爸。一旦达到了觉醒境，他就可以修炼前世的高深武学以及秘术。如今他已经达到了凡境中期，对于柳如烟来说，有前世的玄妙功法加持，觉醒境对他而言并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他所修炼的功法名为紫阳呼吸法，在后世功法等级被划分为凡级、王级、皇级、地级，而紫阳呼吸法便是一门地级功法。这就是他的底牌，有紫阳呼吸法在，我一定能够超越爸爸。柳如烟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仿佛已经看到了我喊他爸爸的那一刻。与此同时，这场血雨也引起了全球人类的议论，不少被血雨淋过的人都感觉力量变强了不少，甚至连家里的宠物都变得疯狂。一时间，各种怪事惨事在全球各地发生，人心惶惶，世界大乱。外界的情况我自然不知，此刻我想着该出去看看森林的变化。小白，爸爸出去找点吃的，你可别乱跑。要是遇到危险，就大声喊爸爸。我朝着柳如烟所在的方向喊了一声，目光之中充满了关切。我其实很担心柳如烟，虽然她这段时间成长了不少，但在这危机四伏的森林里，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发生。听到我的声音，柳如烟立马乖巧的回应：“知道了，爸爸。如今灵气复苏。”柳如烟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自信，以她凡境中期的实力加上前世女帝的经验，只要不是觉醒境的存在，她都丝毫不惧。这是她曾经作为女帝的骄傲与自信。至于觉醒境，她可不信这一代还有像爸爸这么恐怖。在她的认知里，我已经是这一片区域的王者，而且就算是有觉醒境的野兽来，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击杀她。爸爸一走，我正好可以抓紧时间修炼，一定要早日突破到觉醒境。柳如烟再次朝我那边看去，确定我走远没有注意到她后，她立即将紫阳呼吸法催动到极致，刹那间小小的身躯周围顿时灵气笼罩，使得她周身散发出紫芒，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柳如烟心中泛起一抹喜色，虽然前期修为提升的速度比不过我，但是她有着地级功法，超越我只是迟早的事。照着这个速度，应该要不了多久就能达到觉醒。就在这时，一道尖叫声响起，在那高远的天空，一头一变后变得巨大的巨雕展翅飞过，在地面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那巨雕的羽毛呈现出一种耀眼的黑色，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绚丽的光芒，锐利的眼睛俯视着下方的原始森林，仿佛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王者在巡视着自己的领地。忽然，绿色的森林中一抹紫芒映入雕眸之中，那巨雕那原本锐利的眼睛中闪过一丝贪婪。他虽然不知道那紫色的光芒是什么，但是天地异变之后，他也见识到了许多奇异的东西，而本能的直觉告诉他，如果能够将这东西吞噬，一定可以使自己的实力大增。下一刻，巨雕庞大的身躯如同利剑一般直冲而下，它俯冲的速度极快，仿佛是一道金色的闪电，翅膀划破空气，发出呼呼的声音。柳如烟正沉浸在修炼之中，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一只变异的巨雕盯上。突然，他感觉到一阵冷芒从头顶传来，连忙结束修炼，虎眸猛地睁开，抬头朝天上看去，只见一头巨鸟那锋利的爪子朝着他抓来，爪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柳如烟见状，心中暗自咒骂着：区区凡境后期也敢打本地的主意。他心中充满了愤怒，紧接着他的四肢上淡淡紫芒闪过，他在心里充满不屑。一只刚刚开了灵智的大鸟而已，想抓住我没那么容易。就在巨雕的转身快要接触到他时，他突然身形犹如鬼魅一般消失在了原地，轻松地躲过了巨雕的攻击。只听轰隆一声，原先他所在的位置留下了8道令人毛骨悚然的抓痕。巨雕一击不成，他那巨大的翅膀猛地一扇，身体升空，有些意外地看着柳如烟，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柳如烟，翅膀一展再次升空，随后他再度俯冲而下，那速度比之前更快，嘴里还发出尖锐的叫声：势必要抓住你这小白虎！臭鸟，真是找死！柳如烟目光冷冷地盯着巨雕，这只巨雕的实力不强，他当即想要施展秘术直接击杀巨雕，但在动手之际，柳如烟突然想到要是这巨雕死在这里被我发现，自己不好解释，以他现在的实力如何能杀死这巨雕？他在心里纠结着，怎么办？难道我就只能任由这臭鸟欺负？但如果用了秘术杀了这大鸟，爸爸肯定会怀疑。眼看着巨雕的攻击距离自己越来越近，柳如烟突然灵机一动，猛地抬头朝着天空发出一声虎啸：爸爸快来救我！那声音之中充满了恐惧与焦急。此时一道稚嫩的虎啸声从远方传来，我回头看向自己的领地，心中陡然升腾起一股滔天怒火，竟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欺负小白，真是胆大包天。只见一头巨雕在森林上空朝着地面俯冲而来，巨雕那嚣张的模样让我心中的怒火瞬间燃烧起来，四肢猛地用力，瞬间便从河道中跳起，巨大的力道将四周的水花带到了半空。敢欺负我女儿，已有取死之道。此刻巨雕变得有些狂躁，在连续几次攻击落空后，他的攻势越发凌厉，猛地俯冲而下，犹如惊
金色闪电，下一秒一道威震山林的虎啸声传来。巨雕听到虎啸被其气势所震，他那原本凌厉的攻势瞬间停滞了一下。他心中明白，拿不下柳如烟，再继续下去可能会有危险。虽然心中不甘，但是再好的东西也得有命拿才行，只有活着未来才有希望。巨大的翅膀猛地扇动，就准备逃离。柳如烟见状，哪里能让他这么轻易离开？刚刚攻击了我这么久，你现在说走就走，怎么可能？给我站住！一定要让爸爸打死你！柳如烟一向记仇，下一刻他眸中幽光闪烁，一股强大的灵魂力量朝着巨雕席卷而去。想要离去的巨雕竟然身形开始摇晃，直接从空中掉落下来。巨雕心中一惊，他突然感觉脑袋被钢针插入一般，生疼无比。但此时的巨雕已经来不及仔细去思考这些，他能够感觉到我正在朝这边飞速奔来，再不离开，恐怕这辈子都得留在这里。巨大的翅膀拼命的扇动着，想要重新飞起，但却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制着。等他想要重新起飞之时，一头体型庞大的黑虎已经出现，二话没说，猛地一跃而起，一爪子拍向巨雕。大威天龙！巨雕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那声音仿佛是绝望的呐喊。没办法，刺客被战士近战切入，只有等死的份。更何况等级相差甚多。2秒半后，那巨雕就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来不及去管倒下的沙雕。我连忙看向柳如烟，小白，你没事吧？爸爸，我好害怕。柳如烟一副柔弱的样子，看得人心都碎了。不过她心里却满是得意，敢招惹本帝，这就是下场，臭沙雕！没事了，没事了。这家伙已经被爸爸打死了。我连忙关心安慰着小白。安慰完小白，我转头看向巨雕，当即施展天赋技能虎昌。只见一道魂体从巨雕尸体上缓缓飘出，正在偷看的柳如烟陡然瞪大双眼。他转身而来，灵魂力十分强大，所以能够清晰地看到魂体的存灵。魂体，他在心中暗自震惊无比。区区凡境妖兽，死后灵魂不是直接消散吗？怎么会？这时巨雕魂体浑浑噩噩地晃动了一阵，仿佛是从无尽的混沌中清醒过来。主人，一道灵魂讯息传递到我脑海之中。身为昌魂，他对我有着绝对的忠诚，即便现在他的灵智不全，只能进行简单的交流。但那股忠诚的意念却清晰地传递了出来。在召唤出魂体的同时，我也得知了他的具体信息。由于他是魂体的缘故，无法进行物理攻击，但却有着特殊的能力，可以伤及其他生物的灵魂，而且灵魂力低下的生物无法看见这个魂体，无法看见。我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顿时眼睛一亮。如今灵气复苏，大部分生物都得到了进化，而且这些凶兽的兽性也全都被激发了出来。原本我所在的这片区域根本没有其他的野兽敢靠近，但是现在这只巨雕忽然的闯入，让我意识到我这片领地也绝非十分安全。像刚刚那种事情以后肯定还会发生。今天是自己来得及时，以后肯定有更加强大的生物闯进领地，伤害到了小白可就来不及了。而巨雕的出现刚好解决了我这个顾虑。巨雕会飞，而且普通的野兽根本看不见它，把它当做免费保安就再合适不过。于是我一个念头直接给巨雕下达了命令，让巨雕超魂巡视这个山头，一旦有外地潜入立即通知。这样一来，小白就可以更安全的生活在这里。而此时柳如烟还在震惊之中，等到巨雕的魂体离开之后，这才缓过神来。这魂体莫非是爸爸弄出来的？爸爸不愧是上古妖神转世才觉醒，竟就能施展如此手段。随后他假装没有看见魂体，收敛了自己的表情，低头看向地面。毕竟普通生灵是无法看到魂体的，他不想让我发现他的异常。小白不怕，有爸爸在，谁都无法欺负你。看到小白低着脑袋，我还以为他受到了惊吓，关切的声音中充满了温柔。柳如烟乖巧的点头，我知道爸爸一定会保护我，把那些大坏蛋全都打趴下。柳如烟表面上乖巧可爱，心中却是充满不屑。区区一头凡兽本帝岂会怕？我怕的是……想到这里，柳如烟又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我一眼。我怕的是爸爸。他见识到我居然有如意魂体的能力，柳如烟更加害怕，内心已经哭成了汪洋大海。他都不敢想象，如果我发现他是虎身人魂，会遭遇怎样的下场。柳如烟此刻在心中打定主意，接下来一定要扮演好乖女儿的形象，等实力提升上去了，足够自保，就找个机会离开这里。爸爸真的太可怕了。转眼间半个月过去，我坚持自律的偷偷撸了连续15天，系统又奖励给了我100个属性点。柳如烟也偷摸修炼了半个月的紫阳呼吸法，如今已经达到了凡境后期巅峰。她心中充满了自信，她知道自己可以在3天之内突破到觉醒境，到了觉醒境，她就有了自保之力，到时候她就可以离开我。果然是想啥来啥。这天晚上，柳如烟做了个梦，在梦里她离开了我，那种时时刻刻害怕被发现的恐惧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仿佛是一只挣脱了牢笼的小鸟，自由自在地翱翔在天空中。她凭借着前世的记忆疯狂截胡所知晓的机缘，每一次的收获都让她兴奋不已。短短20年，她便重回大地修为。她那强大的气息仿佛能够镇压诸天。她手持神兵利器，找到了前世那些出卖自己的二五仔，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不屑，居高临下俯视着他们。敢得罪本帝，我也有取死之道。她的声音在天地间回荡着，声音落下，一剑斩去。前世出卖过她的人皆被她一剑斩杀。忽然天边传来一团黑雾，黑雾仿佛有意识一般，化作了螺旋的尖锐朝她袭杀而来。面对诡异来袭，柳如烟不屑一顾，高傲的身影在风中屹立着，眼中闪过一丝寒意。区区诡异一族，本帝何惧？而就在这时，黑雾化作遮天巨爪袭来，那巨爪仿佛是从地狱中伸出的魔爪，带着无尽的威压。那巨爪的指甲尖锐无比，在阳光下闪烁着寒芒，仿佛能够轻易的撕裂一切。正欲反抗，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小白玩够了吗？该跟爸爸回家了。爸爸！柳如烟瞬间惊醒，她猛地睁开眼，却看到我趴在她面前，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她。她的心中猛地一抖，心跳开始加速，额头上也冒出了细密的汗珠。爸爸，你看什么？柳如烟声音有些颤抖。小白，你做噩梦了。我一脸温柔地关心着她。柳
柳如烟一愣，旋即立马反应过来，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小脑袋犹如小鸡啄米般的点头。爸爸，我梦到好多大家伙要吃了我好害怕。他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努力的卖萌装可怜，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刚被人欺负了的小可爱，与先前梦里那大杀四方的女帝判若两人。而他心中却在狂吼：完了，爸爸他不会是发现了什么吧？我没说什么梦话吧？我好像没有说梦话的习惯，爸爸应该什么都没有听到吧？他心中满是不安，开始在脑海中回忆自己在梦中是否有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却见我咧嘴一笑，伸出爪子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脑袋。小白乖，没事的，有爸爸在，无论是什么东西，爸爸都不会让他欺负你的，赶紧睡觉吧。柳如烟乖巧地点了点脑袋。好的，爸爸，我知道了。说完这才松了口气，看样子爸爸还没有发现，以后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万一哪天暴露了秘密，被爸爸发现可就惨了。这时我转身回到自己的虎穴，看了一眼已经趴下准备继续睡觉的柳如烟，看样子小白身上有秘密啊，无意间发现了女儿的秘密。我并没有打算深究，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就连我自己也一样。谁又能想到一头大老虎的体内其实是一个人类的灵魂？所以在小白没有主动向我坦白之前，我并不打算去主动询问，只是心中有些好奇，为何小白在做梦时会说出那些话？大地诡异，那是什么东西？难不成小白是某个强大的妖神转世？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起来。若是小白真是妖神转世，等他完全觉醒了记忆，还会认我这个爸爸吗？毕竟我可是个人类灵魂啊！我转过头去看向小白，发现他倒是睡得很香甜，我心中顿时百感交集。小白呀小白，爸爸救了你的小命，又养了你这么久，无论你是小白虎也好，妖神转世也罢，既然你喊我一声爸爸，那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我的眼里顿时有了光，我有着系统这样的金手指，只要每日坚持自律锻炼，莫说是妖神转世，就算是妖神当面，终有一日也能镇压。之后的几天，我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继续每日坚持锻炼，而且也并没有询问有关那晚梦境的事情。柳如烟也随之彻底放下心来，每日里除了偷偷修炼紫阳呼吸法以外，就是在我面前扮演一个可爱的女儿。终于一天早上，我要外出打猎找寻食物，便让柳如烟自己在家里乖乖等着。柳如烟依旧扮演好了乖女儿的角色。知道了，爸爸，一定要注意安全哦，我会在家乖乖等爸爸回来。等到我走远，确定我短时间内不会回来之后，柳如烟便开始修炼紫阳呼吸法，感受着天地之间的浓郁灵气，嘴角忍不住地勾起了一抹弧度。今天是个绝佳的机会，爸爸外出狩猎去了，我要抓住这个时机突破。经过这几天的刻苦训练，他能够感觉到自己已经触摸到了觉醒境的门槛。柳如烟深吸一口气，直接选择冲击觉醒境。随着紫阳呼吸法开始运转，柳如烟的身体此刻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贪婪地吸收着周遭的天地灵气。她在心中默默祈祷，一定要成功啊！随着她的每次呼吸，周围的灵气如同潮水般向她涌来，她的气息也在不断地爆掉，她的身体仿佛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所包围。在这股力量的作用下，她的体型也变大了不少。下一秒，她的眼眸直接变成了紫色，那紫色的眼眸中闪烁着神秘的光芒。突然，她脑中响起了一阵咔嚓声，成功了！柳如烟激动地看着自己的身体，激动地跳了起来，终于成功突破。就在这时，如我先前突破到觉醒境的那晚，一股信息凭空出现在她脑中。接收完信息之后，柳如烟脸上的喜色大盛，她觉醒了血脉能力分身术。分身术可凝聚出一个与本体实力一样的分身，分身存在时间与修为相关，这天赋能力倒是颇为不俗。有了分身术以后，无论是诱敌还是做其他事情，都方便许多。柳如烟睁开眼睛看着周围，心中暗自庆幸爸爸还没回来。如今我已经突破到了觉醒境，也算是走到了这个世界的前列。此时不溜更待何时？不一会他来到石屋前，那毛茸茸的虎爪在地上无意识地挠着，还真有些舍不得。这石屋是我一砖一瓦为他搭建起来，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我们相处的点滴回忆。但他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必须离开。爸爸乃是妖神转世，而我是人类灵魂，若是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我真的不敢赌啊！他的心里充满了纠结，眼中也满是无奈，而且他还有大仇未报。犹豫了片刻，柳如烟咬咬牙，开始施展秘术。只见他身上的虎毛都竖了起来，身体周围渐渐浮现出一层淡淡的紫光。那紫光起初很微弱，但随着他功法的运转，光芒越来越亮，仿佛要把他整个人都吞噬进去。他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额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随着秘术的施展，他的口中缓缓吐出一滴血，这血珠呈现出一种鲜艳的红色，在阳光的照耀下，宛如一颗璀璨的宝石。这一滴血珠的凝聚，让柳如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被抽空了一般，气息有些虚弱，仿佛刚刚晋升到觉醒境的时候，随时都会再次跌落。他看着手中的血珠，眼中露出了一丝笑意。这血珠里面留有紫阳呼吸法的传承，紫阳呼吸法可是他前世的宝贝，他希望这功法能够对我有所帮助，就当是报答爸爸的救命养育之恩吧。只见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走进石屋，把血珠放在自己的小窝上，仿佛是放下了一段沉甸甸的情感。他的虎眸中闪过一丝眷恋，但很快就被坚定所取代。旋即柳如烟没有再回头，他毅然决然地朝着与我相反的方向离去。他在森林中奔跑着，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和我在一起的画面，眼眸中仿佛有晶莹的泪珠在打着圈。再见了爸爸，如果可以的话，还是不要再见的好。此时我打猎完回到领地，哼着欢快的小曲，心情格外舒畅，仿佛已经看到了柳如烟兴奋地在我身边蹦蹦跳跳的场景。随后我对着石洞大喊：小白该起床了，准备吃早餐了。爸爸又猎到了好东西，有你爱吃的野猪。声音落下，预想中那熟悉欢快的回应声却并没有出现。我虎眸中闪过一丝疑惑，这小家伙平时这个时候早就跑出来，今天怎么回事？随后我疑惑地走进石洞，目光仔细地搜索着，却没有看到柳如烟的身影。小白你在哪儿？我那毛茸茸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心中涌起一股不安的情绪。小白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下一秒我连忙喊来在空中巡视的巨雕昌魂，有没有看到小白？巨雕昌魂传递出一道灵魂讯息，表示小白已经离开了。离开了？我愣了一下，他为什么要离开？我的心里充满了疑惑，难道小白真是妖神转世，体内的血脉记忆完全苏醒了，所以瞧不上自己这个爸爸，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里？我在石洞前不停地踱步，嘴里嘟囔着离开也不跟爸爸说一声吗？爸爸真是白
白养你了，外面有多危险，他难道不知道吗？我越想越生气，但生气过后更多的是担心。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一抬头看着天空中的巨雕昌魂下令：你立刻朝着小白离开的方向去找，速度要快。若是发现异常，立即通知我。巨雕昌魂没有任何犹豫，翅膀一扇就朝着小白离开的方向快速飞去。我也没有干等着，强壮的四肢猛地发力，化作一道黑影迅速追去。随着灵气复苏，野兽发生异变，森林之中到处充满了危机。小白独自离开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一边跑一边在心里想：死丫头，简直太胡来了，让爸爸抓住你，屁股都要给我打开花。另外一边，一头可爱的小白虎在原始森林之中快速的奔跑，脱离了我的柳如烟。除了心中有些不舍外，更多的是兴奋。哈哈哈，本帝今天终于摆脱爸爸，我终于自由了，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怕被爸爸发现他的秘密。他那虎眸之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一路上窜出去好几里，得到自由的喜悦让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就在这时，异变来袭，一头巨狼从一旁的灌木丛中冲出，突如其来的变化让柳如烟一下子停下了脚步，目光死死地盯着前面出现的一头巨狼。区区凡境妖兽敢觊觎本帝不知死活，这一次柳如烟没有给巨狼表现的机会，率先出手，小小的虎爪上闪烁着紫芒，身形一闪，如同一道紫色的闪电。那头巨狼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就只觉得自己的腹部传来一阵剧痛，砰的一声，幼小的身体竟然直接一掌将巨狼轰飞。巨狼重重地撞在一棵大树上，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看到自己的战果，柳如烟得意地扬起了小脑袋。现在知道怕了吧？欺负谁不好，欺负本帝头上，算你到了大美。走了，没时间和你浪费功夫，本帝还赶着离开呢。说罢，柳如烟就打算迈腿离开，而就在他心中得意之时，四周突然响起了一阵狼嚎声。糟糕，忘了狼是群居的。柳如烟皱起眉头，在心里暗暗叫苦，这下可麻烦了，刚摆脱爸爸又遇到这群家伙。只听旁边的草丛中传来一阵阵唏嘘声，就见十几头巨狼从森林中跑了出来。这些巨狼的体型都不小，眼睛中闪烁着凶狠的光芒，而在这些巨狼之中，头狼格外引人注目。那头狼的体型比其他巨狼还要大上一圈，眼睛如同燃烧着的绿色火焰，充满了威严与凶狠。又是狼群本地，莫非天生与狼相克不成？柳如烟皱眉头，十分无奈地说道：以我觉醒境的实力，加上我前世所掌握的诸多秘术，这狼群倒也留不下我。但他刚才施展秘术留下紫阳呼吸法传承，身体变得虚弱，几头巨狼倒是不放在眼里，但这么一群巨狼，而且头狼似乎还是凡境巅峰的存在，这可不好对付，得想个办法尽快脱身才行。与此同时，天空上巨雕昌魂在快速地飞行着，他那虚幻的眼睛仔细地搜寻着下方的踪迹。突然他的目光一凝，他发现了柳如烟的身影以及包围着他的狼群，他连忙向我传讯：什么？小白遇到麻烦了。我虎目之中仿佛燃烧着愤怒的火，随着我的眼神一变，旋即速度骤然加快，身形化作了一道黑色的闪电，快速朝着柳如烟所在的方向掠去。我心中怒吼：该死的狼群，竟敢对我女儿出手！要是小白出了事，定要杀光你们！张口就是一声虎啸，山林震动，远处听到熟悉的声音，柳如烟那原本紧张的心中顿时一颤。不好，是爸爸追上来了，怎么办？怎么办？柳如烟那小小的虎爪在地上不停地挠着，划出一道道浅浅的痕迹，虎眸之中满是焦急。爸爸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来了？都怪你们这群该死的狼！狼王那绿色的眼睛中闪过狡诈之色，毛茸茸的大脑袋微微晃动着，直觉告诉他，吃了这头小白虎能让他变得更强大。这种诱惑让他无法抗拒。那尖锐的嘴巴中发出一声嚎叫，指挥所有巨狼从四周一起进攻柳如烟。柳如烟心中焦急，不行，我可不能被这些家伙困住，得想办法突围。小小的身躯在狼群的围攻中快速的移动着，就像一道紫色的闪电。他全力出手，那紫芒在他的虎爪上不断的闪烁着，每一次挥动都带着呼啸的风声，只想快点离开这里。这时狼王趁着其他巨狼进攻柳如烟之时，从背后偷袭，庞大的身躯如同鬼魅一般悄无声息的靠近柳如烟，那锋利的爪子在地上没有发出一丝声响。柳如烟心中大惊，不好，这些臭狼怎么都喜欢搞偷袭？他身上紫光闪耀，连忙转身，用尽全力抵挡狼王的攻击。眼看着锋利的爪子就要落在他小小的身体，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头巨大的黑影冲来，那黑影的速度极快，如同一道黑色的闪电。那只狼王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自己的脖子传来一阵剧痛。只见我张开血盆大口，锋利的虎牙深深地嵌入狼王的脖子之中，鲜血瞬间喷涌而出。柳如烟看到这似曾相识的一幕，心中触动，那熟悉的身影和霸气的出场方式，让他忍不住喊出声：爸爸！我那庞大的身躯如同小山一般，虎目之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仿佛要把狼王烧成灰烬。我死死地咬住狼王的脖子，嘴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只听咔嚓一声，狼王的脖梗断了。我没有丝毫的怜悯，用那强壮的虎爪猛地一砸，那狼王就倒在地上，死得不能再死，手段狠辣暴力至极。看到狼王死了，群狼顿时暴怒，然而他们也就是怒了一下，就见我虎目之中闪烁着诡异的光芒，施展恐惧之眼，他们仿佛看到了地狱里的魔鬼一般，那是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恐惧。此刻没有一只狼还能生得起战斗的欲望，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慌忙逃窜。随后我快速地掠过，一个没有放过，施展金刚掌完成收割。我转过身看向小白，见他没有受伤，这才松了口气，心中暗自庆幸，幸好自己及时赶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我才想起来自己这可爱的女儿，可是趁着自己不再私自离家出走，心中的怒火虽然消了，但生气还是很生气。小白，你这是想去哪儿？我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柳如烟，那目光仿佛能够穿透柳如烟的内心。柳如烟反应过来，心中一惊，完了完了，爸爸好像生气了。他那小小的脑袋快速地思考着，我要不要强行跑路？可是我能跑得过爸爸吗？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过，我该怎么办？我见柳如烟不吱声，顿时有些生气。你简直太胡闹了，做错事居然还不知悔改，今日我一定要好好给你一个教训。说罢，正准备伸出虎爪好好教训一下，柳如烟突然就见到一个白色的身影朝自己扑了过来，紧接着一道软糯的声音传来：爸爸，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
什么情况？小白突如其来的眼泪把我给整不会了，自己这还没有动手，怎么就开始哭了？难道这就是雌性的天赋？眼泪说来就来。爸爸，我本来是出来找你的，没想到迷路了，不知道怎么就跑到这边来了。柳如烟眨巴着她那水汪汪的虎眸，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那模样别提有多委屈了。还被这些臭狼欺负，幸好有爸爸你保护我，不然我恐怕以后就再也见不到爸爸。柳如烟扑在我的怀里，语气中带着极致的委屈，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反正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现在只能卖萌卖惨了。我就不信他还能生气，撒娇的女人有好命。听完小白语气委屈的解释，我一愣，有些狐疑。你是出来找爸爸的？柳如烟闻言心里咯噔一下，但面上还是装作很天真的样子。那当然了，不然我跑到这边来干嘛？我真的好想爸爸，我在石洞等了好久都没等到爸爸回来，我就想着出来找爸爸，谁知道这森林好大，我就迷路了。语气理所当然，带着一丝委屈和天真可爱。此时他在心里默默祈祷着，只希望自己留下的传承血柱没被我发现，不然就白演戏了。看着柳如烟情真意切的样子，我不免有些相信了。难道小白是路痴，真的是迷路了？不过我很快就释然了。算了，管他是不是骗我，她都是我的宝贝女儿。行了，别哭了，爸爸带你回家。我那低沉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温柔，见我似乎相信了，柳如烟松了口气。她在心里暗暗想到，爸爸还是很疼我的。回到石洞，还不等我开口，爸爸我饿了，你快烤肉给我吃。好，那你在旁边等着。我冲着柳如烟宠溺一笑，随后柳如烟趁着我在洗肉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她，迅速溜回了石洞，将自己留下的传承血珠给收了起来，避免被我发现。这次离家出走算是彻底失败了。就在这时，一股奇异的香味从远处传来，柳如烟顿时心中大惊，这难道是天地灵物？她顿时跑出山洞外看向味道来源，这好像是从果园那边传来的。与此同时，我也闻到了这股奇异味道，匆匆赶来。爸爸，我们去看看吧。柳如烟那圆溜溜的眼睛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好，我点了点头，因为我也对那股异香充满了好奇。我们来到果园，一股浓郁的异香扑鼻而来。柳如烟眼中一亮，目光盯着一颗赤红果实，那果实好似包裹着一层火焰，散发出一股炽热的气息。当看到这个果子的时候，她的眼睛顿时都亮了起来。火灵果。前世作为人族女帝，她的见识自然非凡。她那灵动的双眸紧紧盯着果园中的果实，心中暗暗惊叹，果然是火灵果，绝对没有错。没想到爸爸的果园居然会种出如此罕见的灵果。火灵果乃是火属性的珍稀灵，服用之后可极大的淬炼肉身，不惧寻常火焰灼烧，且有概率领悟火属性的天赋能力。让柳如烟兴奋的是，紫阳呼吸法本就是火属性功法，若是有火灵果相助，她的修炼速度必然可以极大提升。这可真是天助我也。随即她的目光又在果园中一扫，发现果园里除了火灵果外，还有不少其他变异的灵果。那是血魂果。她那小小的虎爪微微抬起，指着不远处一颗色泽诡异的果子，那果子仿佛有着一种诡异的吸引力，让她的目光难以移开。这是玄心果。当她看到另一颗散发着奇特气息的果子时，心中的惊讶更甚。柳如烟表现得有些激动，她在果树间蹦蹦跳跳，完全被这些灵果吸引住。这些果子要是都能被我得到，那我的实力肯定能突飞猛进。我见此，目光带着审视，皱着眉头问道：小白，你认识这些果子？我那虎目之中闪烁着疑惑的光芒，心中暗自揣测着小白的反应。小白怎么会对这些果子表现出这么大的兴趣？听到我的问话，柳如烟心中一惊，她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表现可能有点过头，她连忙摇头解释道：爸爸，我怎么可能认识呢？我只是觉得这些果子很漂亮，很好看。她眨眨眼睛，装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心中则是一阵后怕。哎呀，差点就露馅了，可不能让爸爸发现我的秘密。我没有再多问，也不想多问，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不用我问，柳如烟会将这个秘密主动告诉我。我也看得出来，能让柳如烟这么高兴，想来这些果子肯定非同寻常。随后我一个跳跃摘了一颗火灵果，那果实有些滚烫，就好像一团火一样窝在我的虎爪之中。我有些疑惑地打量着果子，心里泛起了嘀咕：这玩意儿能吃吗？看起来有点奇怪。不过直觉告诉我，吃了这果子会有好处。我犹豫了一下，不管了，试一试吧。下一刻，我直接将整个火灵果吃了。果子刚入口，一股炙热的感觉在体内游走，我的身体猛地一震，那股炙热的感觉就像一条火蛇在我的身体里乱窜，让我有点难受。不过很快，那股炙热的感觉消失不见，接着系统的提示音在我脑中响起：恭喜宿主服用火灵果，获得1000属性点。我顿时惊了，瞪大虎目，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一颗果子居然还给我带来了1000属性点，那我这段时间辛辛苦苦撸了半天，算什么？算我自作多情吗？但很快，我那原本还有些疑惑的眼神瞬间变得炙热起来，目光激动地看向这些变异果。这么多果子，如果一颗果子就有1000属性点，那我将这些吃完，岂不是可以突破？如此想着，我纵身一跃，又将一颗黄色的果子吞入了腹中。恭喜宿主服用巨力果，获得800属性点，这特么的也太爽了！我兴奋得差点跳起来，这些果子简直就是宝贝。顿时我有些后悔了，早知道灵气复苏后这些果子的作用这么大，那我就应该将满山遍野的果树全都搬到自己这里，那以后还撸个啥？直接天天吃果子得了。而此时柳如烟看到我囫囵吞枣的吃了2个天地灵果，眼睛都快要瞪直了，内心仿佛有着10000头老虎，实在是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天地灵果怎么能这样吃呢？这可是难得的宝贝啊，应该慢慢吸收其中的能量才对。爸爸真是浪费，气死我了。不过他也是眼馋得很，
看着那些果子，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眼看着我准备再次动手，他终于忍不住了。爸爸，我也要吃。爸爸太坏了，自己吃了那么多都不给我吃。柳如烟眼巴巴地看着我，将卖萌撒娇的绝活再次拿了出来。以前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需要卖个萌撒个娇我都能给他，这一次肯定也不例外。你也想吃？我顿时有些犹豫。一颗果子能带来1000属性点，这说明这果子蕴含极大的能量。不是我不愿意将这果子给柳如烟，虽然这果子能给我带来大量的属性点，但我也是真心真意将柳如烟看成自己的女儿。哪有父亲不疼自己女儿的？我只是担心柳如烟那小小的身板能承受得住其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吗？小白你还小，要是吃了这些果子受不了怎么办？不嘛，爸爸，我就是想吃。柳如烟小嘴一撅，用头不停地蹭。见小白眼神渴望，我还是心软了。那好吧。随后我弄来一颗果子，小心翼翼地分了1/4给柳如烟。小白，这果子蕴含的能量很大，你不能吃太多，难以消化。柳如烟看着我递过来的小块灵果，心中满是问号。不是，就给这么点我，当喂小猫小狗呢？捧着一块小小的灵果，柳如烟再次抬头看向我，泪眼汪汪。爸爸不要紧的，我能消化的。笑话，他有子阳呼吸法，无论吃多少都能够消化，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出来。听话，等你实力强大了，你想吃多少，爸爸答应让你吃个够。我伸出手轻轻拍了拍柳如烟的小脑瓜子，为了维持自己听话乖巧的虎舍，柳如烟只好乖乖答应下来。那好吧，那等我长大，我要把整个果园的果都吃掉。好，都给你吃。我宠溺地点点头，心里却想着，呵呵，等你长大了，早吃完了。随后你又吞了几个果子，柳如烟都看呆了，心中不由泛起一阵疑惑。觉醒竟吃这么多天地灵果，爸爸不怕被撑爆吗？他那小嘴微微撅起，心中抱怨着，臭老登，好东西只顾自己吃，等我有机会一定要把这些果子都吃个够，一个果子不留，不对，一个果仁我都不给你留。我哪里知道柳如烟在想什么，又吞下了几颗果子之后，兴奋地打开了属性面板，等级12级，下次进化需8000属性点，当前属性点5500。这段时间的锻炼加上刚才吃掉的果子，已经积累了5500个属性点。我心中大喜，今天吃果子获得的属性点完全就是意外之喜。按照这样的速度，要不了多久就能再次升级了。随即我又在果园里来回打量了一圈，果园里还有着不少的果子，但看起来还没有成熟，于是只能带着恋恋不舍的柳如烟离开果园，打算过阵子再来。柳如烟跟在我后面1步3回头，眼看着已经成熟的灵果全部都落入了我的肚子里，柳如烟心里那叫一个气啊！早知道这里有这些灵果，自己就应该偷偷过来，把这些全都吃掉。这时我想到自己这果园里面的果子能变异，那森林里的野果应该也变异了，顿时眼睛就亮了起来。以后出去狩猎的时候，倒是可以搜寻一些异果，说不定还能找到比果园里更珍贵的变异果子。要是还没成熟，也可以把果树一起挖回来。柳如烟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但是现在她根本不敢离开这里，万一再被抓住，上次的理由可就没用了。不过她此时心里已经做好了新的谋划，成败就在今晚2点半。见我在石洞里呼呼大睡，一道身影从石屋偷偷溜出来，那正是柳如烟。她那小巧的身躯在黑暗中如同一只灵活的白猫，悄咪咪朝着果园摸去。只见果园内几颗灵果散发异香，果然又有灵果成熟了。柳如烟两眼放光，那兴奋的样子仿佛是一个找到了宝藏的孩子。她那小小的虎爪迫不及待地伸了出去，正要动手，忽然我的声音响起：“小白，你又不听话了。”那声音在寂静的果园中显得格外响亮。柳如烟一个哆嗦，她那原本兴奋的表情瞬间变得惊慌起来。糟糕，被爸爸发现了！她在心里暗暗叫苦。他明明已经很小心了，为什么还是被发现了？爸爸，你怎么来了？柳如烟眨眨她那水汪汪的大眼睛，毛茸茸的耳朵动了动，小脑袋弯向一边，她微微撅起小嘴，两只小爪子在身前搅着。我只是睡不着，过来看看而已。说话间，那灵动的目光在果园里扫视着，最后落在那些果子上。这些果子长得真漂亮。我目光盯着戏精小白，那目光仿佛能够看穿一切。这小家伙又在跟我耍心眼了，我哪里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这小家伙肯定是嘴馋了，想偷偷吃果子。我在心里暗暗叹了口气，倒不是舍不得这几个，主要是怕小白吃坏了身体。毕竟这些果子能带来这么多属性点，蕴含能量极其恐怖，小白这小不点恐怕难以消化。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低着头皱着眉头询问：“白天给我那个果子已经消化了吗？”这小家伙不会是因为消化不了还硬撑着吧？可别出什么问题，变异果子而已，说白了也只是果子，没了可以再找，但是小白可不能出事。柳如烟一愣，她没想到爸爸会这么冷，不过她很快就反应过来，旋即点头。她在心中暗自得意，只要让爸爸知道，我其实完全可以消化更多的，说不定爸爸就会让我吃更多的果子。爸爸放心，我都消化完了。身体没事吗？我那严肃的目光在柳如烟身上扫视着，似乎想要看出她有没有说谎。一点是没有。柳如烟拍着自己的胸脯，信誓旦旦地说道，心中却是得意的像个小孔雀。开什么玩笑，也不看看我是谁，我可是有子阳呼吸法，这些灵果对我来说小意思了。只见柳如烟头一抬，眼巴巴地看着我，小小的虎爪拉着我轻轻地摇晃着，开了撒娇大法。爸爸就再让我吃一个吗？这些果子真的好漂亮，我就想尝尝。我看着柳如烟那渴望的眼神，心里有些动摇。忽然我明白过来，小白身上定然有迅速消化变异果子的秘密，这会不会和他的血脉传承有关？若是小白真的是妖神转世，或许有着某种特殊的能力罢了。若是他乃妖神转世，心里也一定有数。只能再吃一个。最后我只好无奈地说道：“以后果子成熟了，你每天可以吃一个，不准多吃。”我不
想小白因为贪吃而受到伤害，但也不想抑制他的成长。柳如烟闻言顿时激动不已，太好了！他那小小的身躯在原地蹦蹦跳跳。爸爸万岁！爸爸是全天下最好的爸爸。此时距离灵气复苏已经过去了快2个月，在龙国一开始异兽暴乱，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而随着超凡者的出现，局势开始扭转。超凡者就是服用了变异果实成功觉醒特殊能力。此事曝光后，掀起了一阵超凡者热潮，各财团世家军方开始四处搜寻培养超凡者。我们仿佛是一群疯狂的寻宝者，在世界各地寻找着那些珍贵的玉。随着各国超凡者不断涌现，还有人弄出一个百强榜，号称天下最恐怖的100位存在，如同神奇再现世间。与此同时，一则消息在骊山市引起轰动，强盛集团与黑子集团强联合，准备进军大骊山脉。强盛集团、黑子集团乃是骊山市的第一、第二财团，在整个龙国都排得上号。这2大财团就像是2座巍峨的巨山，屹立在骊山市的商业版图之上。近日还招募了百强榜上的异人和风灵者，异人背后有着幻化而来的巨大翅膀，由此得名，轻轻一扇便能带起一阵狂风，翅膀更是锋利如刀。风灵者则是觉醒了风属性能力，周身环绕着灵动的气流。我们的存在让2大财团如虎添翼，麾下还各自建立了一支超凡者战队。如今灵气刚刚复苏，2月时间说是强者如云也不足为过。但大骊山脉那可是异兽的大本营，2大集团能成功吗？此刻森林之中，遮天蔽日的变异树木下安静的有些瘆人。现在还存活的异兽都是在那场厮杀当中脱颖而出，各据一方，占地为王。此时只有我那庞大的身躯在阴影中穿梭着，我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不远处的一棵果树。这是前不久昌魂四处搜寻时发现，只见果树上挂着的果子散发着绿色的光芒，就像是一颗华丽的绿宝石。我看着这些果子，眼睛顿时直放金光，直觉告诉我，这些果子一定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只要吃了这些果子，定然能获得不菲的进化点。就在这时，一道愤怒的吼叫声传来，果树下一头巨大的黑豹对着我咆哮。那头黑豹的身躯如同钢铁柱，肌肉紧绷，充满了爆发力，绿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凶狠的光芒，仿佛是2团燃烧着的火焰，死死地盯着我。刚刚那声吼叫就是他对我的警告。当我出现的那一刻，他便本能地对我产生了畏惧。若是以往，我定然转身就跑，但是现在不一样，他身后可是有着难得一见的灵魂，是我好不容易才寻到的，可不想就这么拱手让人。见我没有回应，还在不停地靠近，黑豹再次发出警告，身体微微下倾，做出了战斗姿态。我见状神色不屑，滚一边去，有你什么事儿？说罢，巨大的虎爪猛地一挥，带起一阵呼啸的风声。那只黑豹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一个巨大的虎爪在他的瞳孔中急剧放大，速度之快，他根本就反应不过来，一巴掌直接就将黑豹扇飞了出去。黑豹的身体就像是一个破布袋一样，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砰的一声，最后重重地撞在一棵大树上，地面被黑豹的身体砸出一个大坑，周围的泥土都被翻了起来。我看着被自己打飞的黑豹，心中并没有丝毫的怜悯，缓步走进了果树。此时黑豹虽然生气，但刚刚那一巴掌直接将他的反抗心思给打碎了，顾不得身上传来的疼痛，转身就跑。我也懒得去管，伸出虎爪摘下绿色果子，一口吞下。系统的提示音在我的脑中响起，叮，恭喜宿主获得1000属性点。我心念一动，打开属性面板，等级12级，下次升级需要8000属性点，当前属性点9000，终于够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天的时间，我一直让昌鬼在外寻找，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终于积累到了足够的属性点。我再次下令让昌鬼继续寻找，而我则是转身回到家，确定没有异兽闯入领地后，心念一动，开始了升级。下一瞬，只见我的身体周围开始散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那光芒仿佛是从我的身体内部散发出来的。我的体型开始慢慢变大，那原本就庞大的身躯变得更加魁梧，气息也在不断变强，散发着威严的光芒。正在偷偷修炼的柳如烟察觉到我的气息发生变化后，立即停止了修炼，在一旁看着，心中暗暗惊叹：爸爸真是越来越恐怖了。他那小小的虎掌紧紧地握在一起，心中有些担忧。爸爸的实力越来越强大，而我的修为进展却这么慢，这样下去，我和爸爸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可恶，这样一来，我何年何月才能逃离这里？爸爸现在应该已经达到觉醒境后期了吧？这气息比之前又强了不少呢。他深知爸爸的实力增长之快，若继续留在爸爸身边，自己这一辈子恐怕都无法超越。他暗自思忖，想要突破自我，超越爸爸，必须离开。根据他前世的记忆，长白山那件宝物即将出世，那可能就是自己突破的契机，必须尽快赶过去。离开，必须找机会离开。柳如烟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她轻轻咬着嘴唇，在心里默默念叨着。她自信自己已经达到了觉醒境中期，离开了这里，自然可以横扫一切。当然，除了爸爸这种变态。第二天，我带着新收的昌鬼在森林中逛街，但因为这段时间我天天带着昌鬼外出巡视，这就导致近处的灵谷已经被我搜刮的差不多了，因此我搜索的范围越来越远了，而我的恐怖也受到了这片区域异兽的一致好评，这就导致现在这片区域俨然已经成了我的后花园。巡视的区域往外扩充了好几里，突然我的目光像是被一股神秘的力量牵引，牢牢地锁定在了一颗奇特的异果上。那异果散发着淡淡的光芒，宛如一颗被时光雕琢的宝石。我顿时眼睛一亮，准备去摘那异果的瞬间，一头凶猛的异兽从一旁的灌木丛中猛地冲了出来，然而它并没有发起攻击，只是慌忙地逃窜离开。我眯起眼睛，一时间内心想着，有这么吓人吗？说罢，正准备去取那颗异果，忽然一阵密集的异响让我停了下来，那声音在森林中回荡，显得有些突兀。我侧耳仔细听，神色严肃，这好像是枪声，不好，小白不会出事了吧？此时大骊山脉外围，一队超凡者战队正在围攻一头异兽，在整支队伍的后方，一名年轻男子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头异兽，手中按着耳麦，有条不紊地下达的命令。该死的，这头畜生跑得还真快！所有人注意，呈包围队形，不要靠得太近。这家伙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定然可以拖死他。第二小队注意，我们那边有人员伤亡，那头畜生很有可能会从我们那边突围。第三、第四小队随时准备接应。第二小队所有人在大队长的指挥之下，开始朝着那头异兽逼近。这是一头进化过后的野狼，
身形庞大，全身覆盖着坚硬的鳞片，在斑驳的阳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在子弹的冲击下，鳞片上不断的溅起串串火花。他愤怒地咆哮着，那咆哮声仿佛能震碎人的耳膜。但机枪的射击并没有停止，子弹持续不断地射向异兽，在他的身上打出一个个浅浅的凹痕。下一秒，巨狼发出一声怒吼，口中喷射出熊熊的火焰，那火焰如同一条凶猛的火蛇，朝着周围的超凡者扑去。所到之处，周围的落叶瞬间被点燃，冒出滚滚黑烟，烧焦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该死的，这火焰居然还能自动锁定目标！快退，来不及了！这畜生是准备让我们和他同归。就在这时，一道银色的身影忽然从天而降，只见一人背后的双翼在阳光下闪烁着五彩斑斓的光芒，仿佛蕴含着世间最神秘的力量。当他出现的那一刻，周围的空气仿佛瞬间被抽离，变得极为凝重。只见他微微抬起头，那冷峻的面庞如同被冰雪覆盖，双眸之中闪烁着雷电的光芒。所有人都给我退后！说罢，只见他抬手轻轻一挥，双翼之上瞬间释放出雷电之力，那雷电如同一条条愤怒的蛟龙，在空气中噼里啪啦的作响，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随着雷电的落下，变异火狼口中吐出的火焰蛟龙被瞬间击溃，周围的大树似乎都在这强大的力量面前颤抖着，有些细小的树枝被雷电的余波震断，噼里啪啦的掉落下来。火狼猛地转过头，眼神死死地盯着天上悬浮着的一人，眼中满是不甘，嘴里发出阵阵低吼。他能感受到这个人类的实力很强，强到让他无法抗拒。火狼想逃，但是他所有的退路已经被进化者战队给尽数拦断，唯有殊死一搏。而这时，一人的目光也看向了那头火焰巨狼。觉醒出了天赋能力的异兽，难怪这么难打。不过实力越强，价值就越高。下一瞬间，一人消失不见，只在原地留下了一道令人胆寒的银色电弧。再一次出现时，已然来到了火焰巨狼的背后，紧接着抬手向下一点，轰隆一声，一道雷电狠狠地朝着异兽劈去。异兽被这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中，发出一声痛苦的怒吼。他那庞大的身躯剧烈的颤抖，身上的鳞片被雷电击得四处飞溅。但这仅仅是开始，一人展开双翼飞到半空之中，宛若像是一个掌控雷电的神器。雷电之力源源不断地从他双翼之中涌出，交织成一张密集的电网，将异兽完全笼罩其中。异兽在这电网之中挣扎着，却无法挣脱。每一次挣扎都会引来更猛烈的雷电攻击。在雷电的持续攻击下，异兽最终支撑不住，轰然倒地死亡。那原本坚硬的鳞片已经被雷电轰得焦黑，散发着一股刺鼻的烧焦气味。总队的实力越来越恐怖了，一名超凡者惊叹道，他那眼睛里闪烁着崇拜的光芒，仿佛在看着一个不可企及的存在。那可不是，总队可是人类100强榜的强者，整个龙国也能排上前10，这点实力简直就是超凡脱俗。那异兽在他面前就如同蝼蚁一般。这一次有总队带队，我们必定赚得盆满钵满。一人听后，冷峻的面庞如同被冰雪覆盖，声音严肃道：“好了，都别废话，赶紧搜索附近的异兽，别落后了长生集团。”众人一听，立刻就收起了之前那嬉皮笑脸的样子。是，总队。然而这群人不知道的是，在他们激烈战斗时，巨雕昌魂在虚空之中悬浮着，将这边的情况一览无余，同时将这边的情况传达给了我。站在数千米外，通过巨雕昌鬼传来的信息，我在心中默默念叨着：人类居然盯上了这里，看来以后的日子不会那么平静，暴风雨即将来临。按照我对人类的了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即便我并没有要对人类发起进攻的想法，可是人类一旦发现我的存在，必然会赶尽杀绝。而唯一能够阻止这种事情发生的，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变强。若是以前打不过，大不了就跑。但是现在我还有小白，这些时间因为小白的存在，让我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多了一份眷恋。虽然小白在我眼中极有可能妖神转世，但对我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只要小白一天叫我爸爸，那就永远是我的女儿。必须要加快速度，提升实力了。明天再撸1000次吧。另一边，柳如烟看我还没回来，果断的准备去果园偷点灵果吃。然而当他蹦蹦跳跳的来到果园时，眼前出现的一幕顿时让他气愤无比。只见一头巨大的黑影在果园里穿梭着，正肆无忌惮的摘着灵果，就好像是在吃自助餐似的，一口一个。他定睛一看，发现那是一头巨大的黑熊，那黑熊的身躯如同小山一般，毛茸茸的爪子正抓着灵果往嘴里塞。柳如烟顿时怒了，那可是爸爸辛苦种出来的灵果，他都还没吃多少，这头黑熊竟然敢来偷吃。他那小小的虎掌紧紧地握成拳头，愤怒地吼道：“王八蛋，敢偷我爸爸的灵果吃，看我不打死我！”那黑熊听到声音，转过头来看着柳如烟，眼中满是不屑，根本没将柳如烟放在眼里，然后又摘了一个果子往嘴里塞。柳如烟现在很生气，超级生气的那种。只见他浑身紫芒闪烁，那紫芒就像是一层神秘而又耀眼的铠甲包裹着他。下一瞬间，他那小小的身躯如同离弦之箭一般，直接就朝着黑熊冲了过去。而此时大黑熊还不知道自己招惹了谁，在他看来，柳如烟就那么小小一只，就算是发火那又能怎样？体型那么大，一巴掌就能把这小家伙拍飞。他甚至都没有去注意柳如烟所在的方向，吃得不亦乐乎，嘴巴不停地嚼动着，灵果的汁液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坏东西，给我住手！啪的一声，只见柳如烟那小巧的虎爪上笼罩着紫毛，带着一股凌厉的气势，直接拍在黑熊脑门上。别看柳如烟的身躯小小的，但是却蕴含着恐怖的力量。这一拍直接把庞大的黑熊拍倒在地，一声闷响，那黑熊被拍得有点猛，力度刚刚好，猛逼不伤脑。等他终于看清
清是柳如烟后，他那熊掌用力地拍着自己的胸口，发出砰砰的声音，瞪大了眼睛，满脸的愤怒，显然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东西居然能够把自己打翻在地，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下一秒，黑熊挥舞着粗壮的手臂，那手臂上的肌肉鼓起来，就像一个个小沙包朝柳如烟冲去。柳如烟身影灵动，轻松地躲开了黑熊的攻击，他还调皮地冲黑熊做了个鬼脸，说道：“切，笨熊，你是抓不到我的。”黑熊见老是打不到柳如烟，一下子就暴怒了，随后他那双眼变得赤红，体型骤然变大2倍，那庞大的身躯仿佛一座小山，充满了压迫感。血脉天赋，居然还是一头觉醒境的黑熊。柳如烟那小小的眉头微微皱起，有些惊讶，不过他也只是稍微惊讶了一下，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段时间有大量灵骨辅助，他的修为已经到达了觉醒境中期。这区觉醒境初期的黑熊还没资格让他放在眼里。你以为就你有血脉天赋吗？心念一动，柳如烟施展天赋能力分身术，只见几道和他一模一样的身影瞬间出现，把黑熊围在中间。黑熊看到2只一模一样的小白虎出现在自己眼前，顿时就愣住了。还没等黑熊反应过来，柳如烟和他的分身一起对大黑熊展开了攻击。那紫芒在黑熊的周围不断闪烁，大黑熊被打得嗷嗷直叫。他攻击力虽然很强，但是动作确实有些迟缓，往往他刚刚抬手，柳如烟就知道他要干什么，提前规避。此时这头大黑熊在柳如烟面前就像是一个可移动的大型沙包。然而就在柳如烟要下杀手之时，只见大黑熊突然抱头求饶，庞大的身躯一下子蜷缩起来，2只熊掌紧紧地抱住脑袋，身体不停地颤抖着，居然还知道求饶。柳如烟那小巧的虎爪停了下来，他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大黑熊说道：“你这个大笨熊知道错了吗？”很显然这大家伙已经开启了不少灵智，这让柳如烟开始动起了心思。爸爸能够奴役魂体，魔下小弟众多，我堂堂女帝也应该收些小弟才是。饶了你也可以，但是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弟了。大黑熊听不懂什么叫做小弟，但他知道只要按照眼前这头小白虎说的做，就可以活下来，于是一个劲的点头。还挺懂事的嘛。柳如烟得意一笑，随后他施展秘术，一道神秘的光芒从他的虎爪中射出，进入了黑熊的脑袋。大黑熊只感觉脑海中一阵刺痛，随后便与柳如烟签订了灵魂契约。这样一来，大黑熊的生死就由他掌控。大黑熊也能感受到自己脑袋里多了一样东西。好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小弟了，以后你就叫熊大了，赶紧走吧，再不走我爸爸回来了，你就走不了了。说曹操，就到这时，我的声音已经从远处传来：“小白，你又在偷吃了。”此时大黑熊感受到了我的恐怖气息，果断撅起屁股就跑，钻入了来时的树林。柳如烟见大黑熊彻底离开之后，这才放心的转身去见我。然而柳如烟并不知道的是，通过昌鬼早就发现了他与大黑熊的联系，但我想到女儿妖神转世的身份，也没有要追究的意思。在我看来，谁还没点自己的秘密？这也许就是小白的机缘吧。我也不想过多干涉，只是想到外面的人类，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下小白。所以当看到柳如烟后，我也没有多问，而是直接开口道：“小白，这段时间我可千万不要离开这里。”柳如烟闻言心中一惊，难道自己准备再次开溜的计划被爸爸发现了？他那灵动的眼眸中闪过一丝慌乱，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眨了眨灵动的大眼睛，撒着娇：“爸爸，你说什么呢？我可舍不得离开你。”我也不确定柳如烟说的话是真是假，带着一丝提醒道：“不离开当然最好，外面现在全是人类，太危险了。”人类？柳如烟心中一愣，随后立即明白了，是人类开始对异兽下手了。算时间，确实差不多了。前世身为人类至高战力之一的我，对于人类的行动有着一定的了解，只是这一世人类的行动似乎比前世还要快。我见柳如烟愣住了，以为他听不明白，便解释道：“人类他们是一种极其可怕的生物，你要是被他们抓住，会生不如死。”柳如烟闻言怔住了，这就是爸爸眼中的人类吗？看来爸爸真是上古妖神转世，无疑天生与人类处于对立面，如此就更不能让爸爸发现我是人类灵魂了。小小的身躯微微颤抖着，装作一副被吓到了的模样。柳如烟连忙扑到我身上，大声说道：“好可怕的人类，爸爸我害怕。”别怕，有爸爸在，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见状立马温柔的安慰，眼神中满是慈爱与关切。然而柳如烟心里却是另一番盘算，正悄悄打起了自己的小心思。按照前世的记忆，在灵气复苏后的短短几个月，人类为了掠夺灵果，就如同饿狼嗅到了血腥味一般，开始疯狂地向森林进军。看来爸爸所说的人类，应该就是为了森林中的灵果而来。如此一来，那接下来这片森林里肯定会乱成一锅粥。想到这里，柳如烟灵动的眼眸滴溜溜地转着，眼底还闪过一丝喜色。这可是难得的逃跑机会，我可不能错过。一旦人类进攻到爸爸所在的地盘，到时候爸爸肯定无暇顾及我。这时候我再趁乱离开，爸爸就算是发现了，恐怕也不可能第一时间来找我。我可真聪明。他一边想着，一边偷偷观察着我的表情，生怕被我看穿他的想法。他倒是不怎么担心我的安危。前世的场景他还历历在目。人类进军森林，一开始的确是凭借着武器的优势屠杀了不少异兽。不过异兽本身的进化速度就快于人类，再加上森林中到处都有异种存在，这些异果就像是大自然赋予异兽的神秘宝藏，能够让他们迅速的提升实力。所以很快人类就遭受到了异兽的反击。原本不可一世的人类军团，在异兽的围攻之下开始节节败退。短时间内，全国各地的各种深山都成了异兽们的天堂，人类的禁地。而在柳如烟眼里，爸爸是什么？那可是妖神转世啊，实力就像是深不见底的海洋，神秘而又强大。那些普通的热武器在我面前，恐怕就如同小孩子的玩具一般，根本奈何不了我。他甚至觉得，若是人类敢打我的主意，那最后吃亏的绝对是人类。希望这些人类能像他想的那样，分散我的注意力，不然他可没什么机会逃跑。他眨眨眼睛，装作一副好奇的样子，问道：“爸爸，这些人类很强大吗？爸爸也打不过他们吗？”我眼中露出笑容，得意地扬起了头颅，看向了那群人类所在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不屑。爸爸自然打不过，只是人类掌握着一种很强大的武器，
要是打起来，爸爸怕你受伤。这句话我是发自肺腑。对付那群人类，对于我而言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那些武器对我来说连挠痒痒都算不上，除非动用大型热武器，我才会有所忌惮。但小白还没成长起来，那些热武器也能对他造成一定的伤害。柳如烟一听后，立马乖巧的点了点头。原来是这样，爸爸你放心，我不会乱跑的，绝不会拖累爸爸。然而嘴上这么说，他的小脑袋瓜里却在想着逃跑的计划，就等着最佳时机的到来。爸爸，对不起了，我一定要去追寻属于我的机缘了。等我强大了，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希望那个时候你不要赶我走，也不要怪我才好。虽然知道人类短时间内不可能进攻到森林深处，但是为了以防万一，同时为了防止自己所在的地方被人类提前发现，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我将所有的昌鬼都派了出去，时刻盯紧人类的动向。随即我心念一动，打开属性面板，等级13级，高级技能跳跃前行、感知、超级听力、夜视，消耗1000属性点，可将高级技能升级初级天赋超金刚爪、恐惧之眼、幽冥极步，消耗3000属性点，可将初级天赋能力升级，属性点6000属性点，距离升级还差4000。我紧紧地盯着系统面板犹豫了一下，目光不停地在各种技能上来回打量。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将高级前行和高级超级听力进行升级。现在人类已经进入森林，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我心念在移动，2000属性点瞬间消失，加在了高级前行和超级听力上。随着属性点的加上，原本的高级潜伏和超级听力瞬间发生了蜕变。隐身术初级，保持静止状态10秒便可隐身。顺风耳初级，能听到3000米内任何风吹草动。我那原本沉稳的虎目之中闪烁着难以抑制兴奋光芒，这不是一般的强啊！不过我发现隐身的时候居然不能动，这就有点美中不足。但很快我就释然了，这要是还能动的话，那岂不是直接搞暗杀？到时候谁能逃得了？那也太棒了！开挂也不能这么开吧。随后我又开始试验顺风耳，只感觉耳朵像是被一阵轻柔的微风拂过，随后那股微风仿佛变成了无数根看不见的丝线，向着四面八方蔓延出去。在我的脑海中仿佛出现了一个无形的雷达，不断的接收着来自远方的声音信号。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柳如烟的声音，那声音如同蚊子一般细微，但还是清晰的传入了我的耳中。看来爸爸并没有发现我的计划，这样的话，只要我安心等待，一定能找到机会。我听后顿时眉头紧皱，在心里暗暗想着什么机会？这小家伙难道在盘算着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我有点疑惑又有点担心，不知道小白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不过我决定不再去想小白的小心思，现在我关心的是正在外围屠杀异兽的人类。至于自己这个已经到了叛逆期的女儿，我决定后面再慢慢去调教。当务之急是要靠近外围去打听人类的具体情况。翌日，我那矫健的身影出现在大离山脉外围，这里的空气仿佛都弥漫着血腥味。一路上我发现了好几处战斗的痕迹，到处都是异兽的血液，但是却未见异兽的尸体，显然应该是被人类带回去了。同时人类的活动痕迹随处可见。我寻了一个高处安静地趴了下来，片刻后我进入到了隐身状态，同时开启了顺风耳，周围所有的风吹草动此时都逃不过我的观察。而就在我不远处，一人带领的超凡者战队正在激烈的战斗。最近这些异兽是越来越难杀了。谁说不是呢？随着深入，这些异兽的实力也越来越强。不过这些异兽肉倒是可以卖的一个好价钱。别瞎聊了，赶紧把眼前的异兽解决，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在异人的带领下，他们又斩杀了一头凶猛的异兽。那异兽在临死前发出回荡在森林之中，而不远处其他的异兽见状，纷纷吓得四散而逃。他们感受到了异人的强大，想要反抗，但却完全不是异人的对手。战斗结束，异人屹立于半空之中，俯瞰着下方。他感觉到周围还有其他的异兽，但却并未动手。超凡者战队的其他人则是开始迅速收拾战场。报告总队，这次来大离山脉，我们收获了数十枚特殊异果，您的功劳最大，肯定能分不少吧？异人那冷峻的面庞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只听他淡淡开口：如何分配，还是要看集团高层决策。其实对异人而言，这些异果虽然珍贵，但他更在乎的是这次行动的成果和在集团中的地位。只有这样，以后获得的利益才会更多。众人一听自然明白异人的意思，他们只是打工的，这些东西还不是他们能指染的。还有3天，大少爷就要过来了，我们得抓紧时间了，可不能让长生集团的人给比下去，明白吗？是，总队。队员们齐声应道。数十枚异果，我去，这些人类真是狗大户啊！2000米外隐身在一处暗林中的我，那原本沉稳的目光瞬间变得炽热起来，下意识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看来该我出手了。此时我将手下所有昌鬼开放出去，随着我的一声令下，所有昌鬼顿时发出尖锐的笑声，一股强大的灵魂冲击席卷而出。那些巡逻的人类武装人员只觉脑海中一阵刺痛。什么情况？